墨家居然是伏羲女娲所建立的，三星堆的青铜大力人居然就是伏羲。今天这个视频颠覆你的认知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在上古时期，女娲就是女巫的谐音，而女巫的丈夫又称之为伏羲，而羲这个字，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男巫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再看甲骨文黑这个字，它最早就是代表巫师的形象，巫师祭祀时需要把脸涂黑，到今天我国50多个民族还有10个民族保留着这样的习俗，所以祭司在周朝之前被称之为墨官，这也就是墨家名称的最早的由来。而墨官和伏羲女娲最常见的就是手里拿的是龟和矩，很多人不知道伏羲和女娲手里拿的龟和矩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古籍淮南子中记载，天地之大可以龟表时也，星月之行可以力推得也。所以说龟和矩是最早古人用来测量天文和地理的工具。如果探究我们先秦的历史，可以说周朝以前的几千年中都是巫政体系，巫师的地位极高。通俗一点说呢，当时华夏就是个巫帝国，而巫师这个团体可以掌握所有的事情，巫长也就成为了当时最高的职位。三星堆刚出土的时候，很多人认为这不属于华夏文明，因为我们没有人长成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在出土的这些面具其实就是4000年前古蜀国的大祭司。这也解释得了为什么整个中国只有巴蜀地区才有巫山、巫峡之类巫字的地名，因为历史上的巫政体系它一直都存在，并且没有出现过断层，到后来也只是执政者不同而已。一直到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姬发灭了商朝，几千年传承的巫长部族才随之灭亡。后来商纣王死了之后他的兄弟微子启建立了宋国，这才让商朝的巫政体系得以延续。在宋少公时，他的庶兄莫迪担任清庙之首，也就是宗庙的大祭司，下属巫师、祝卜等官职。而莫迪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可谓是诸子百家中最神秘的一支。后人说墨子他简直就是穿越式的人物，在先秦时期就掌握着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。也有人认为他们传承至今，发展到今天叫共济会，依然和历史中一样，以极少数的人控制国家命运的走向。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墨子他不但阐述了经典力学，还详细到了力动止的概念。墨子还和他的学生做出了世界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，当时就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。而这些还都是最基础的。更厉害的是，墨家早在那个时代居然还提出了类似于原子理论的雏形，说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而组成的，端是不占空间的，是物体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。这么一听很多人不信，这不是近200年西方科学家在一点一点发现的理论吗？不是，要追根溯源，是2000多年前的墨家人。而墨子在当时所提出的思想他更为的先进，他主张人人平等的兼爱，反对剥削压榨的非攻，反对血缘宗亲的世袭制，提出上贤上同自下而上的思想，还主张非命，提倡人定胜天。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堪称是逆天的思想，但是却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逐渐实现。所以墨家文化是非常值得学习的。而我推荐这本图文版的墨子它内容很全，有翻译有注解有彩图，大家感兴趣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对于神秘的三星堆和巫族的历史我们继续说。让近代考古学家产生疑惑的是华夏神话体系如果追根溯源的话，可以分成2套体系，一个是墨家体系，一个是道家体系。我们都知道8000年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全范围的大洪水，这是东西方文明和神话都有记载的。而青花简的武纪篇就有这样的记载，说当时洪水滔天，有邪恶之徒想趁机祸乱，于是天帝分别派出了司干神和司辅神去重振天下的纲纪。青花简是1975年湖北税务地出土的战国竹简，总共4万多字，后来被清华大学收藏，所以简称青花简。它的考古历史价值极高。而我们看最近一次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就恍然大悟，它的底座是由山水而组成的，并且四面都是洪水奔流的图案。这就说明三星堆文明曾经经历过一次洪水泛滥，而有4个神人面向四方，并且还坐在浪花之上镇住洪水。这4个人看似半人半兽，和《山海经》里的描述的神几乎没什么两样，并且还和良渚文明考古出土的兽面人也非常的类似。而我们再看其他神坛中出现的鸟神，这就是典型辅神勾芒的特征。无论是古籍墨子还是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中都有记载，华夏的神话体系4辅神分别是东方勾芒、南方祝融、西方入收、北方于强，他们的位置正处于正东、正南、正西、正北的位置。这个三星堆的青铜神坛就和青花简的武纪篇的描述它极为相似。那么4辅神我们可以找到之后的司干神青花简武纪篇中还说，掌管山川河流的是炎帝。而我们对标这个底座的正中央，山川之上这个背着青铜垒的神，他就是炎帝。而兽的上方跪着一个干神，武纪篇又记载，掌管星星的是颛顼。很明显，这个跪神他就是颛顼。颛顼又拖了一个平趴的人，这个人趴在盘子中，周围有12颗圆形的图案。
武姬又说少昊掌管月亮，而这个神就是少昊。而最后武姬说太昊掌管太阳，终于有答案了，最后一个干神就是太昊，也就是伏羲。原来青铜大力人就是墨家的创立人伏羲，难怪他在三星堆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这个呢，就是墨家的神话体系代表，也是远古的一场大洪水里最有力的证明。而历史中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，墨家可以追溯到伏羲，道家可以追溯到黄帝，这两者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所以成为了我们华夏历史上最主流的文化学说。而儒家能成为盛世，纯是统一之后君王贵族为了私利固化底层而设置的工具。而要说真正华夏民族的文化根源还是神话体系，都和儒家没有一点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想要了解墨家，看我推荐的这本书就够了。